新老朋友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小郭工作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S86 充电器的配件包，它由13个零件构成，组装完成以后是7个部件，所有零件插拔安装，一体变形。充电器这只玩具可以说是年底惊喜啊，它很有经典 2.0 的那种设计韵味，不愧是86线的一员。整体的这个材质手感非常的舒服，有玉质感，就很像那个毁灭擎天柱的那种手感。全身的关节很紧实，变形设计呢大开大合，但是又非常的简约，就你放在口袋里带出去，随时掏出来可以轻松的变1-2个来回，很解压的这种感觉，好玩又好看。而且整体的这个造型啊，人形车型都非常的还原，可以说是近年非常优秀的一款作品。如果你碰到好价格呢，一定记得买就对了。OK， 言归正传，本次配件包主要解决的是它小腿的这一个空洞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设计里面已经很巧妙的把这个汽车后轮呢，用折叠的方式放到这个空洞里面去了。但是很显然呢，这个轮胎太小了，空洞太大了，导致你看起来呢，这里明显的就是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。虽然我在这个锅里放了一盘菜，但是锅里的其他空间太大了，这个锅呢还是太空了。很明显我们缺一个锅盖，需要把整个这一块给它遮掩起来，看起来才比较的自然和谐。另外回看到设定呢，充电器的这个轮胎其实是不可见的，所以本次配件包主要就是做了这个小腿盖板，让它整体看起来更一体更还原，而且这个盖板呢要一体变形。在做盖板的同时，我们顺道把1个、2个、3个以及大腿的这2个空洞进行了填补。接下来我们进入配件包的安装，老规矩还是从最难的部分开始，也就是小腿盖板的安装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后盖板给它旋转打开，然后把内侧的轮胎转出来，也就是呢要把整个内部空间露出来。看到我们的配件，我们安装的时候呢，要先把里面这个板沿滑轴这样拉下来，不要让它在上方干涉我们安装。然后配件跟这个空洞呢，总共有3个对应位置。首先是下方这里有一条凹槽，对应的我们配件这里有一个骨位。然后呢，这个旋转件下方的这条缝隙，对应的是我们配件的这条棱。最后呢，上方的这条骨位，对应的是我们配件上方的这条结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配件的3个骨位跟这个玩具的3个空洞进行对齐，来把它定在这个玩具上面。因为这块小板呢已经沿着这个位置拉下来了，所以整个内侧的板呢现在是可以旋起来的。我们把它旋起来避免干涉，然后先把下面的骨位进行对齐，整体沿着这个骨位往里面走。走的时候呢，上面这个尖角会跟玩具的这个转折处进行一个干涉，我们借一点配件的韧性往里面压，只要这个尖角过了这个干涉位置，整个配件基本就已经定位上去了。然后下方呢，我们观察到会有一点空间有点翘起，我们稍微往下压一压，不用压到底啊，把它压的上面这个位置已经跟侧面这些地方平齐了以后，就是安装到位了。接下来呢，把轮胎旋回来，再把这个外侧盖板呢给它包回来，最后把这个配件盖板打回来。OK， 安装完成。其他的几个零件就都是插拔安装了。首先是大腿根部这里，腹部，后方的这2个螺丝孔，上面这个圆柱注意一下，下面是有个水口点的，把这个水口点藏在里面，这样子安装完以后就看不见。最后一个零件 OK， 安装完成。来进行一下安装完配件包前后的效果对比。这是腹部填充件，背面螺丝孔，腿部，最后上转盘看一下整体效果。最后我们看到变形，整体的变形逻辑跟原来基本一样，只是脚盖板增加了几个步骤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变形到需要盖板参与的那一步。把充电器变成这个样子，
我们找到一只脚，首先把这个后盖板解锁，原样这样打开，然后整个增加的这个配件盖板呢上旋，把里面的轮胎放出来。另外一侧也是镜像的变形，打开，解开，放出轮胎。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，在我们这个配件这条梁的内侧这个尖端这里是有个槽的，它凹陷下去了一点。我们把这块盖板推回来以后呢，这个小板要往上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刚说的那个凹陷的槽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小板往上走呢，它就直接嵌到这条槽里面去了。再看一遍，把这个小板往这边推，这个槽在这里，它就直接嵌到这个槽里面去。OK， 另外一边也是镜像的变形，小板翻起来，然后往上推，其实内侧是卡到槽里面去了，这个盖板的参与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把腿合拢，然后呢，就像之前一样，把整个车屁股、车壳这一块旋转过去，盖到车头上面去。这两片板并拢在一起呢，就会从两腿间的缝隙转过去。在旋转之前，我们确定一下充电器的这两只脚呢是有拉直的，没有旋转，没有拧角度，确保中间这个缝隙呢是正确的，然后我们再旋转。因为我们这个缝隙啊跟我们这个盖板的尺寸几乎是贴合的，所以如果有斜拧的情况呢，可能会导致它们互相撞在一起。确保一下翻转之前是变拉直了就 OK 了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转过去。OK， 所有的缝隙对齐一下。最后呢，这两片板伸出来以后，在这里是有一个旋转关节的，把它打90度，变形完成。在逆变的时候，记得这两片小板啊，第一步要把它给立起来，然后我们再把整个车壳这样子旋转开来，小板顺利的过去。如果忘记这一步啊，在我们旋转往外拉的这个情况下，它们就会卡在这个位置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摩擦。最后来看车型，它基本就跟没装配件包之前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后方多了这两个小板。因为它原本的这个设计啊，在下方是缺少这个红色包裹的，导致这个方向看过去，这个灰色的地方会让这个车屁股感觉有点空。我们这两个红色跟上面呼应一下，在某些角度来看，还起到了一个封闭车尾的作用，有一点作用但不多。OK， 整体以后呢，安装变形以后，推车还是一样的顺畅，非常爽玩的一辆小车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个配件包的全部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